欢迎收看低分少年，这是个独立自制的电玩杂谈节目。好，不要问为什么就隔这么久，因为这世界上总是充满了很多意外，就像迷你红白机的热卖，对电台来讲就是种意外。但既然迷你超人的出现，我想就不是什么很让人意外的事情了。这支影片内容就是来说说我对迷你超人的简单感想，因为我有很频繁跟迷你红白机做比较，所以如果你还没看过我做的迷你红白机介绍影片，可以先看一下两则影片，看过也可以再看一次，会比较容易理解接下来的内容。迷你超人的外盒正面印刷完全仿照了原始超人的外盒设计，仅仅改变了主机名称，并加上了分级标志与鲸鱼等最小程度的变动。当我打开外盒，第一次看到迷你超人本体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得说，被缩到手掌大小的主机真的好可爱。比起迷你红白机可能还会被挑剔少了机身贴纸，迷你超人在造型的还原度上真的是没什么可以挑剔的。仔细看可以发现，就连机身上 logo 缺角的小细节都忠实还原了。真要说有什么不满意的话，大概就是蜕变机关不能压、卡夹插槽盖子不能推之类，以纯造型玩具的标准来说，在可动性上的不足吧。不过迷你超人的商品定位本来就不是当做造型玩具让你在手上把玩的，玩家的手真正要握的是游戏手把。迷你超人比起迷你红白机，在硬体层面上改变最大的一点，就是手把改为外接式，不再需要配合着主机比例跟着缩小尺寸，因此迷你超人所附属的手把，不论造型或尺寸，都跟原始的超人手把一模一样。既然手把造型是一模一样，握起来的手感当然也相同。按钮按压起来的感觉嘛，迷你超人的十字键感觉比较硬一点，表面也比较不滑顺。不过这毕竟是全新的按钮，跟已经有着10几20年历史，按钮可能已经被人肉抛光、按压摩擦过千百回的老手把相比，会有这种差异，好像也是挺合理的。线材长度方面，迷你超人的手把线长度有 1.4 公尺，大幅改善了迷你红白机手把线长度仅仅只有80公分的缺点，甚至也比原始超人手把线的1公尺还要长。在线的长度之外，迷你超人的手把最重要的不同点就在于它采用的是 V-Remote 规格的接头。主机前方的手把接口只是个造型面板，把面板拉下来，下面才是手把真正的接口。比起同样采用 V-Remote 的接口，却因此破坏了造型还原度的迷你 NES， 迷你超人这样的设计兼具了造型的还原与接口实用性。那为什么不干脆依照缩小后的原始接口造型来制作迷你超人的手把接头呢？对任天堂来讲，我想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沿用 V-Remote 接口这样的既有规格，可以节省许多成本。对玩家而言，这也是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一定的相容性。实际上，为了传统手把就可以直接接上迷你超人使用，不但按钮对应完全一致，甚至 Home 键还等于迷你超人主机上的 Reset 键，按下去之后可以直接呼叫出主选单。如果玩家坐的离主机较远，不想每次开主选单都要起身，多了这个键可是十分方便。反过来说，迷你超人附属的2只手把也当然可以给 Wii 或 Wii U 使用。不过呢，那台的家用主机在正式由 Switch 接手之后， V-Remote 接口这个被老任使用了2个世代的规格，也差不多是等着要被淘汰的状态了。因此，不是每个玩家都会用到这种相容性所带来的额外好处。但至少就作为迷你超人的控制器本身来说，这组手把是相当适任的，而且手把一次就附上了2只，也算是很贴心。但售价或许就是因此而提升了。任天堂产品的一贯缺点就是没朋友的人买了会有点亏。迷你超人开机要呈现的主画面完全延续了迷你红白机使用的那套界面设计，在画面配置与操作方式上都没有差异，只是把配色与图案改成了超人的风格。主要的图示们造型上虽然是沿用，但都被重新上色，具体呈现出了从8位元到16位元发射数之间的进化。不过我个人觉得主界面在背景新增的超人轮廓线色彩即使经过柔化，还是太过抢眼，反而降低了整体视觉设计上的质感，有点画蛇添足的感觉吧。除了图案绘制上的改变，迷你超人在系统界面上最为重要的改变就是新增了倒带重播的功能。在游戏中的任何时刻，只要按下 Reset 回到主选单，再到中断点界面按下 X 键，就可以启动倒带机制，将游戏进行的状态回溯到一定时间之前。如此一来，就可以轻松的挽回游戏过程中的失误。而且不像即时存档还要事先在某个时间点先存好档，倒带功能是随时都能使用，可以回溯的时间长度则依游戏的种类而定。动作游戏类的回溯时间大约有40到50秒。RPG 类的游戏则可以回溯最多到5分钟的程度，有这样的功能，游戏要破关就变得容易许多。当然，迷你超人也还是抱有传统即时存档式的中断点功能，让玩家随时都可以中断游戏，也随时都可以从上次中断的地方再次开始游戏，特别适合用在无法中途存档或者需要抄写密码才能延续进度的游戏上。如果主界面被闲置一阵子，就会进行游戏展示画面的轮播，这点跟迷你红白机也是一样的。但这次迷你超人就没有游戏角色展示，取而代之的是 My Play Demo， 这其实就是把前面提到的倒带重播与中断点再拿出来利用。系统会播放中断点记录前的游玩过程，成为玩家专属的精彩画面重播。不过，如果觉得自己的 Replay 很难看，不喜欢这功能的话，也是可以到主选单里面把它关掉啦。
之前在讲迷你红白机的时候提过，由于主机上 reset 键变成呼叫主选单的功能，因此玩家在游戏中无法快速 reset， 有需要的话只能回主选单再重新启动游戏。这个情况在迷你超人上也是存在的，但任天堂提供了一点营运之道，就是新增了 reset 游戏的组合键，只要同时按住 Start、Select 与 LR 键1秒钟，就会强制 reset 游戏，算是方便很多了。总之，迷你超人的界面虽然看起来只是换皮沿用，实际上功能性可是强化了不少。要说遗憾的话，大概就是游戏说明书还是没有内建吧，依然只有给一个 QR code， 要使用者自己上网看。迷你超人收录的游戏总共有20加1款，比起迷你红白机的30款，在数量上缩水不少。不过，超人游戏过往在 Virtual Console 的定价本来就比红白机游戏高，一款大约是800日币。考量任天堂从不贱卖自家游戏的习性，21款游戏加上主机、2只手把，全套只卖日币8000多，可说是相当超值的低价了。而且，就算游戏数量减少了，随着世代的演进，制作手法的成熟，游戏内容的丰富程度与可玩性可是增加了不少。这20款游戏阵容包含与超人同时上市的超级马里奥世界，作为首发软体，却有着不可思议的系统完成度与丰富的关卡内容。任天堂成功透过这款指标性的游戏，宣示了超人主机所能为游戏带来的世代变革。同为超人首发软体的 FDLO， 象征的这是一种全新的可能性，透过将平面图层赋予 3D 坐标运算的手法，创造出家用游戏机界首见的特殊视觉效果。这个超人图层的 Model 7显示模式，就此成为超人主机的一大特色。在萨尔达传说众神的三角神力里，主角林克的动作与所能使用的道具大幅提升，冒险范围横跨关暗2个世界，可说是2D 系萨尔达的完成形态。超级马里奥赛车不是单纯把赛车游戏套上马里奥世界的角色与关卡而已，游戏导入了道具这项机制，使得落后的玩家保有逆转的可能，一路领先的玩家也可能在终点线之前翻盘。赛车游戏从此多了一种新的类别，一起玩这游戏的朋友们，友情也将面临考验。星战火狐的原始游戏卡夹里面内建了 Super FX 晶片，使得超人得以呈现出这样以全 3D 多边形构成的游戏画面，在当时让人十分惊艳。游戏本身也相当精彩，利用了 3D 的特性，呈现了多变关卡和演出。Fire Emblem 文章之谜，一部分是系列首作《暗黑龙与光之剑》的精简重置，一部分则是故事的新篇章。角色一旦死亡就无法复活的设定虽然十分严苛，却也是这系列游戏玩起来能够让人十分投入的一大魅力。不甘心看到角色死亡，就是马上reset重来。超级银河战士的故事发生地点与系列首作相同，但是游戏的规模大幅提升，游戏的气氛营造更是相当杰出。玩家在被细分成许多区块的游戏世界中来回探索，透过新能力开启新道路的游戏流程，是日后 Metroidvania 类型游戏的原型典范。超级大金刚采用 Pre-render 戏剧的手法，绘制出仿佛 3D 构成的游戏画面，加上其成熟的2D 游戏性与优美的音乐，在1994年底新世代主机的环视下，任天堂透过了这款游戏，宣示了超人的时代可不会轻易的就被终结。超级马里奥耀西之岛是耀西升格当主角的作品，马里奥则扮演用哭声让玩家感到烦躁，进而体会父母有多伟大的角色。耀西截然不同的操作性以及不同于以往的关卡设计风格，带来了许多新鲜感。采用绘本风格的画面十分可爱，由于使用了 Super FX 晶片，还能够呈现出许多独特的演出效果。花仙子方块是我在超人上数一数二喜爱的方块益智类游戏。游戏最大的特色是动态连锁系统，即使盘面上正有方块被消除，玩家仍然具有方块的操控权，因此可以机动性的创造出连锁，对战起来的攻防非常热烈。超级马里奥 RPG 是由任天堂与 Square 合力打造，却也是这两家公司在上个世纪最后的合作。游戏同样采用 Pre-render 戏剧绘制，再次用坚强的美术来力抗次世代主机的画面，并带来一场壮大而诙谐的冒险。星之卡比超级豪华版有着非常多样的游戏模式，每个模式的剧情、关卡构成甚至游戏界面都不一样，仿佛一次收录多款游戏的丰富内容，完全无愧超级豪华版这样的名号。第三厂商方面收录的游戏则有和风动作游戏名作《大道无忧卫门》《血姬救赎绘卷》，难度超靠北的超魔界村，用纵向倾斜视角与球员缩放创造立体感的超级阵型足球。在横向卷轴之外，新增了俯视图层回转的魂斗罗 Spirit， 可以两人同时游玩的 ARPG 名作《圣剑传说2》，为洛克人系列开启新风貌的洛克人 X， 超人 RPG 演出的顶级作品 Final Fantasy VI， 以及格斗游戏经典之作《超级快打旋风2》。当然啦，超人平台上的名作非常之多，
只从中选20款，一定会有遗珠之憾。我是觉得这份名单已经算很漂亮的，大概只有超级阵型足球显得比较突兀吧。这游戏虽然不是完全不好玩，过时的系统有古朴的趣味，但跟迷你超人收录的其他游戏相比，就很难说是同一等级的经典。要说是想选一款运动游戏来平衡游戏种类，又刚好这款游戏不用顾虑实名授权问题嘛。欧美版迷你超人收录的 Super Punch Out 就也是个很好的选择啊。况且 Super Punch Out 当年在日本还没有发行普通卡夹版，是 Nintendo Power 复写卡专用，属于现在较难取得的游戏。而超级阵型足球呢，则是廉价画色片区的常客。不过据我看到一些日本玩家的说法，超级阵型足球在当年算是相当划时代性的足球游戏，是不少超人初期玩家对于运动游戏的共同回忆。或许任天堂就是基于这种情感回忆上的考量，才选了这款游戏取代掉多数日本玩家没什么印象的 Super Punch Out 吧。而顺着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发现，如果是在超人上有着多款作品的系列作，被选入迷你超人阵容里的，几乎都是系列中销售量较高的一款。这种有点安全牌式的选择方式不是不好啦，只是对于一直持续有在玩游戏的玩家来说，可能会觉得其中好几款作品都有过移植或重置的记录，少了点非迷你超人不可的感觉。不过说到这点，别忘了任天堂这次可是为迷你超人准备了厉害的杀招，一款目前在正规管道下真的只有迷你超人才能够玩到的游戏。收录游戏数量之所以会标记为20+1款的那个+1，那就是《星战火狐2》。《星战火狐2》是《星战火狐》的正统续作，用上了比前作规格更高的 Super FX2 晶片，能够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变的 3D 画面。但是当年游戏开发完成的时候 ，SS 与 PS 主机都已经上市 ，N64 也正蓄势待发。比起具有原生 3D 画面处理能力的次世代主机，星战火狐2的画面表现就显得逊色许多。而且搭载了 Super FX2 晶片的卡夹价格较高，不利销售。任天堂决定取消星战火狐2的上市计划，使得这款已经制作完成的作品就这样被埋藏起来。其实对于有门路的玩家来讲，星战火狐2并非完全的遥不可及，开发中版本的游戏档案早就在网络上流传。但是在正规管道下，一直以来，先不要说星战火狐2，就连初代星战火狐等等采用了 Super FX 晶片的试售游戏，也都没有登上 Virtual Console 的记录。我想这原因并非是晶片的模拟有困难，而可能是 Super FX 晶片的权利有一部分是掌握在当初研发这块晶片的 Agna Games 手中。在 Agna Games 公司解散之后，相关权利的流转又更难追溯。直到现在，不知道是专利过期了，还是任天堂搞定了授权问题，不但让迷你超人搭载了星战火狐与妖袭之岛，更顺势收录了星战火狐2，使得这款当年被埋藏的游戏能够在超过20年的时光之后，正式的与玩家们见面。由于星战火狐2是以特别 bonus 的定位收录，在一开始启动迷你超人时，没办法立即游玩这款游戏，而是要至少过了星战火狐的第一关之后，星战火狐2才会解锁。星战火狐2的演出表现比起前作有着明显的强化，游戏玩法也不同于前作的关卡制，游戏流程分为战略与战斗两个部分。在战略部分，玩家要决定行动方向，迎击袭来的敌人或者进攻敌方的要塞。进入战斗部分后，不再是前作那样固定前进方位的轨道式路径，而变成360度的全方向飞行，玩起来是更加着重在与敌机之间的缠斗。在要塞区域内，坐骑更可以变形成2组步行，进行探索与破坏。现在回头来看星战火狐2，可以发现日后的系列作多少都有引用了本作的设计，终于能够真正玩到正式版的星战火狐2，系列作的爱好者一定是相当感动。就算对一般玩家而言，这也是一款值得一试的独特游戏，而对于游戏历史的探究者来说，又有什么是比能够让被埋藏起来的软体重见天日更开心的呢？迷你超人的画面输出解析度一样固定是 720p， 并且一样提供了3种画面显示模式。不过这次的类比电视模式效果与迷你红白机上呈现的并不相同，因为到了超人的时代， RF 端子已经被 AV 端子或更高级的输出方式所取代，所以迷你超人的类比电视模式不再模拟 RF 讯号般的明显模糊或杂讯，而是些微的模糊效果加上扫描线，画质表现大概接近 S 端子的效果。由于超人的主要解析度仍然是256×224，所以还是保留了4:3模式与 Pixel Perfect 模式的选择。会有这两种模式的原因与主要差异，我在迷你红白机的介绍影片里面就讲过了，这里不再重复赘述。但迷你超人在4:3模式下，画面并不像迷你红白机会有像素宽度明显不均的情况。看来迷你超人在这方面的演算法有做过调整，把画面放大观察就可以发现，其实像素与像素之间都有做色彩补差。这固然会牺牲掉一点像素边缘的锐利度，但一方面超人的画面物件与色彩构成较为丰富，而且像素只有横向做了色彩补差，纵向的锐利度依然保留着，所以使得画面能够保持正确比例又不显突兀。有个特别值得观察的游戏是《圣剑传说2》，这款游戏在选单界面的部分使用了双倍解析度模式，以呈现出更细致的文字。
原始运算出来的画面解析度是512×448交错显示，这个解析度光是要放大2倍，就已经超过 720P 解析度的尺寸，因此跟其他游戏的解析度是放大3倍显示不同。迷你超人只能将其放大 1.5 倍，造成在 Pixel Perfect 模式下，因为实质上不是 Pixel Perfect， 所以文字会有点不漂亮，推荐使用4:3模式来玩这款游戏。迷你超人这次也新增了画面边框功能，让游戏画面之外的部分不会只有黑黑一片。说起来，这算是迷你红白机时就该做却没有做到的功能。迷你超人终于没有忘记要做，可以选择的画面边框总共有12种，有些边框还具有些许的动态效果。不过，我是觉得这些边框的设计有点太过平淡，也少了一点游戏风格。而且，迷你超人的游戏数量只有21款，要为每一款游戏设计一个专属边框，应该不是太大的工程。像 Super Game Boy 那样子的边框就很讨喜啊，这种没有特色的泛用边框，只能算聊胜于无吧。跟迷你红白机一样，迷你超人也是采用 Linux 核心的作业系统，再搭配模拟器来执行超人游戏。事实上，两台主机内部甚至是使用几乎完全相同的晶片与基板。这次迷你超人所使用的模拟器也依然是由 NERD， 也就是 Nintendo Europe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负责开发，执行游戏的效果相当良好，没有什么明显的缺失。与超人实际的差异性嘛，还是一样的老问题。为了避免引发光点显，在部分游戏的闪烁特效做了调整，像是 F-Zero 里面车体踩撞赛道边缘时，赛道的闪烁效果被取消了；而在星之卡比超级豪华版里击倒 BOSS 时的闪烁被减弱到几乎看不出来。魂斗罗 Spirits 在放炸弹的时候，强烈的颜色闪烁变成半透明叠盒，还有星战火狐里 BOSS 被打爆时的闪烁，颜色变化的程度被调整到很轻微。说到星战火狐，那就还特别需要来验证一下 Super FX 晶片的模拟效果，跟实际对比，扣除前面所说的闪烁效果，两者在画面呈现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但并排比较就可以发现，两者游戏执行的速度没有完全同步。有些场景迷你超人的执行速度较快较流畅，但是在部分时候却也会有比较慢的情况。还好这个速度差异非常细微，一般在玩的时候不大会察觉到有什么问题。但另外一个用到 Super FX 晶片的游戏《耀西之岛》就确实出了点小问题，在一至7关里，当耀西碰触到龙毛后会进入晕眩状态，这时前景与背景图层都会有马赛克化的特效。但是在迷你超人上碰到龙毛时，前景的马赛克效果是还在，背景图层却整个消失，只剩底色。这应该不是为了降低画面闪烁而做的调整，毕竟这样的改变反而是增加了画面的闪烁。比较可能的原因就是迷你超人的模拟器完成度还是不够完美，无法还原这个扭曲加马赛克的双重图层特效。至于色彩跟音乐音效，甚至输入延迟等方面，在两相比较之下，多少也还是存在着差异，但这很偏个人感受问题，就算有差别，也都不是明显的走位。总之呢，迷你超人虽然还是无法做到100%的实际重现，但就单纯游玩来说，它所能带来的游戏乐趣并不会有太大的不同。表面上看起来，迷你超人就是任天堂10岁只为了照着迷你红白机的手法再捞一次而已。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迷你超人做了很多关键的改善，而且收录的游戏阵容又很坚强。还有这星战火狐2的神来一笔，能够与原价购买的话，我是相当推荐。我强调原价哦。不过，既然它是与迷你红白机有着相似定位的产品，如果您也曾经购买过迷你红白机，在购买迷你超人前，不妨先冷静想想，你的迷你红白机买来之后，是真的有不时拿来游玩吗？还是跟随着热潮买下，实际上没玩几次就撞向风场呢？在当今的怀旧风潮下，很多童年时对电玩有缺憾，现在成年具有独立经济能力又热爱收藏的玩家，看到复刻游戏或者跟怀旧游戏扯上关系的商品，就往往克制不住掏钱购买的欲望，生怕一旦错过，以后就会涨价或变得稀有。但这样的购物心态却有可能落入一种为收藏而收藏的状态，突然买了许多根本不会玩的游戏或用不到的周边。任天堂已经表示，迷你超人以及先前一度停产的迷你红白机，在2018年都还会生产出货。因此，还没有买到的玩家也不用着急，不要让后台价格的转卖商破坏市场的健康性。而照这迷你经典主机系列销售良好的状况来看，也许在之后，任天堂还会持续推出迷你 N64或经典 Game Boy 也说不定。而我更希望的是，能够更多未上市游戏透过这个机会复活。不过现在讲这些都是空想啦，等真的有消息再说吧。好啦，以上就是这节第一分少年，感谢收看，下期再见。